我为了证明人奶比白酒劲头更大，直接当着师傅的面溜进了师娘的房间。可师傅不仅不生气，反而躲在门口偷偷学习观摩。师娘泪眼婆婆的朝我哀求，可我不仅没有停手，动作反而更加冲动了起来。我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但我更知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跟师娘都活不了。师娘对不住了，是师傅让我来的。师娘瞪大了眼睛，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滑进鬓角。葛瘸子把脸贴在门缝上，贪婪地窥视着他，甚至屏住了呼吸，神情异常亢奋。因为在他眼里，我不是在冒犯他的妻子，而是在进行一场精密的炼药。他之所以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全是因为他年轻时为了所谓的长生秘术，去后山老林子抓了一只即将化形的青冥灵蛇，那蛇就是师娘的前身。当年葛瘸子还是个名震十里八乡的阴阳先生，他探出后山黑水潭有灵物渡劫，便布下天罡困龙阵，用了3大缸黑狗血将其困住。可当年那场斗法让葛瘸子染上了灵蛇之毒，那青冥蛇毒霸道无匹，不仅带着极阴的寒气，更带着能腐蚀血脉的诅咒。苏曼在被生擒的最后一刻，拼着折损百年道行，一口咬穿了葛瘸子的双腿，青冥毒液瞬间烧穿了他的经脉。此后他就废了双腿，成了太监。肉身的残缺让他原本就贪婪的心智彻底堕入魔道，他苟延残喘的回到了村子，成了一个连狗都嫌弃的废人。直到那一年，他设计害死我全家，还收我为徒抚养长大，只因为我是天生的九阳体，是唯一能压制他体内蛇毒，帮他重振雄风的药。这20年来，我尊称他一声师傅，被他每天逼我吃那些燥热无比的邪药，让我体内的阳气越积越厚，厚到几乎要把我的5脏6腑烧成灰烬。在这个恶鬼的眼里，我就是一口会走路的药炉，而苏曼就是那个施药的器皿。他需要我用最暴烈的方式将阳火注入苏曼体内，去中和他本身的蛇毒，然后再由他来享用这提纯后的仙丹。这时师娘发出一声凄惨的尖叫，这叫声里有3分是演的，7分却是实打实的痛苦，因为我身上滚烫的九阳之气正隔着衣物灼烧着他极阴的体质，就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按在了冰块上，发出滋滋的声响。门外的葛瘸子发出一阵满意的笑声，等待着炼药完成。他不知道此时的我正悄悄咬破了自己的舌尖。舌尖穴在道家民俗中被称为真阳穴，是一个人浑身上下阳气最重、驱邪避煞最凶猛的心穴所在。我毫不犹豫地咬了下去，一阵钻心的剧痛袭来，随后一股带着浓郁阳气的鲜血涌入我的口腔。我并没有咽下去，而是借着翻身的动作，对准师娘白皙脖颈上的那道诡异的青色灵纹，重重地贴了上去。那道灵纹是葛瘸子当年为了控制苏曼，用秘法打入他死穴的锁魂钉的外显，它就像是一条青色的蛇纹，趴在苏曼脆弱的脖颈上，时刻吸食着他的灵气。当我带着滚烫阳血的嘴唇贴上那道灵纹时，奇迹发生了。师娘原本冰凉如冰块的身体，在触碰到我阳血的一瞬间猛地弓了起来，她眼里的惊恐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撼，因为她感觉到那股原本应摧毁她经脉的暴力阳火，并没有化作葛瘸子所期待的毒药，反而像是一股温柔的春水，包裹住了他千疮百孔的内丹。那是换血术。葛瘸子教我的道术里有一门叫引气术，说是能帮我散去多余阳气，实则是通过我和师娘的接触，把师娘体内的灵蛇精华一点点通过我的身体转嫁给她。这门邪功阴损至极，我每运行一次就会失去1分本源，而苏曼则会被抽干1丝灵玉，直到我们双双变成干尸。但我此时运行的是师娘在我耳边悄悄教给我的逆血经，这是灵蛇一脉拼死才能动用的禁术，是苏曼在无数个被折磨的生不如死的黑夜用口型一点点传授给我的求生之道。原本该流向葛瘸子的灵玉，被我强行锁在了师娘的经脉里，而我血液里那种暴力的阳气，则像是一把滚烫的火，正在消磨葛瘸子下在他身上的锁魂钉。这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苏曼单薄的身体里交锋。那道青色的灵纹开始发出微弱的红光，仿佛要被生生烫平。九阳你，师娘虚弱的呢喃着，两只手死死地抓着我的后背。这一次她的指甲深深陷入了我的肌肉里，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激动和疼痛的交织。她知道我是在拿自己的命做赌注，稍有不慎，我就会被引气术的反噬炸成一滩血肉模糊的肉泥。别出声！我喘着粗气，故意让动作显得更蛮横。葛瘸子在数着呢，他以为他在喝药，咱们就让他喝个够。我的额头青筋暴起，汗水如瀑布般流下。我一边死死压制着体内暴走的阳气，维持着逆血经的运转，一边还要在床上弄出巨大的动静，以蒙蔽门外那个多疑的老狐狸。砰的一声，我一拳砸在床柱上，木屑横飞。杨儿好手段，把他的火气全都逼出来。葛瘸子在门外嘶吼着，声音里透着疯狂的喜悦。过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我穿好衣服，装作精疲力尽地走出房间。推开门的那一刻，冷风灌进我的衣领，我脚下故意一个踉跄扶住了门框。我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葛瘸子笑得老脸异常发红，可上半身却诡异地向前倾着。他是在闻味儿，闻我身上是否残留着苏曼的灵蛇阴气。他走上前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枯瘦的指尖搭在我的脉搏上，触碰到我皮肤的瞬间，一股带着浓重腐臭味的极寒之气顺着我的少阴心经直逼脏腑。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如果在这一刻他探出我体内的阳火，并没有通过引气术泄给苏曼，而是被我用逆血经锁住了，那我今晚绝对会被他活活生撕了。我死死咬住后槽牙，强行切断了自己对体内气息的控制，任由刚才故意逼出来的紊乱心跳在他指尖跳动。这几秒钟的探脉，漫长的像是在地狱里熬了10年。
年。好，阳气去了一半，葛瘸子满是褶皱的眼皮猛地掀开，浑浊的瞳孔里爆射出贪婪的金光。他并没有察觉到异常，只当是我体内那如火药桶般的天生九阳气，终于被苏曼那极阴的灵蛇体质狠狠地错去了一半的锋芒。他嘿嘿笑着，从腰间摸出一个精致的瓷瓶，那是他用来接我舌尖血的容器。乖徒儿张嘴，把最烈的那口腥火给为师吐出来。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着颤，另一只手死死掐住我的下颚，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我的下颌骨。我顺从地低下头，任由他在我身上施暴，屈辱如同这漫天的冰雪一样将我淹没。我被迫张开嘴，再次狠狠咬破了刚才在屋内就已经咬伤的舌尖。这一次我咬得更深，几乎要将那一小块软肉咬掉。带着极其浓郁纯阳之气的滚烫鲜血，顺着我的嘴角落进那个惨白的骨瓷小瓶里。鲜血落入瓶中，竟发出犹如冷水滴入热油锅般的声响，腾起一缕极其细微的淡金色血雾。九阳啊，别怪师傅狠，你是天生九阳体，若是不这样泄出来，你会烧成灰的。他一边接血一边虚伪地安慰着，再过2年，等师傅成了仙，师娘就是你的，这整个黑瞎子沟都是你的。听着这种令人作呕的画大饼，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什么得道成仙，不过是一个被蛇毒废了根基，妄图通过吸食我的阳精来逆天改命罢了。他嘴上说着把苏曼给我，实际上他一旦跨过那道坎，苏曼会被他扒皮抽筋炼成药渣，而我这具九阳体就会被他彻底夺舍。我低头看着雪地上他那双畸形的断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葛瘸子，你喝下去的每一滴血都是我为你挖好的坟土。我甚至在心底默默发誓，我不仅要你死，还要让你永不超生。我要把这20年你加注在我身上的伤害，连同我那被逼吊死的爷爷奶奶的血债，一并从你这身腐肉里刮出来。葛瘸子扬起脖子，将那大半瓶滚烫的舌尖血一饮而尽。他连瓶口边缘残留的血丝都不放过，伸出那条长满舌苔的猩红舌头，贪婪地舔舐得干干净净。葛瘸子喝完我的舌尖血，整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原本枯木般的脸色泛起一层诡异的潮红。这诡异的变化肉眼可见，他原本如同枯树皮般的脸颊，竟然在一瞬间鼓胀了起来，干瘪的血管像是一条条青色的小蛇在他额头上疯狂扭动。他猛地打了个嗝，喷出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他死死盯着我，那眼神不像在看徒弟，更像是在看一头养肥了待宰的猪，似乎在衡量我这具身体还能榨出多少油水。我被他盯得浑身汗毛倒竖，只能装作失血过多，身子摇摇欲坠地靠在门板上。九阳啊，师娘那里的药力已经见底了，你的火还没泄干净。他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丝暴虐，因为他体内的蛇毒残余太过霸道，仅仅靠刚才那点血，根本无法压制他此刻被激发的邪火。他嘿嘿冷笑一声，随后伸手一指后山，今晚你跟我去山窟里走一趟。顺着他枯瘦的手指望去，那是黑瞎子沟最深处，连月光都照不进去的一片死地。我心头猛地一颤，黑瞎子沟的后山有个山洞，常年弥漫着一股子散不去的腥甜味，那味道极度古怪，像是一大锅熬坏了的麦芽糖里掺杂了高度腐败的烂肉，只要风一刮，整个村子都能闻见。但在这闭塞的深山老林里，没有人敢去探究那味道的来源。村里人都传那是个瘸子练邪功的地方，这几年我经常看到他半夜拖着沉重的铁链往里走，里头偶尔传出的哭声能让山里的野狼都夹着尾巴逃跑。我曾亲眼见过一只成年的大黑熊误入那片区域，结果不到半炷香的功夫，黑熊便惨叫着狂奔而出，身上竟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肉，全是被极阴之气腐蚀的黑斑。师傅，我怕。我装作双腿发软，牙齿打颤，把一个被抽了血后虚弱不堪的废物形象演到了极致。我的膝盖猛地一弯，半跪在雪地里，双手死死抱住自己单薄的双臂。怕个屁！葛瘸子脸上的红潮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戾气。他最见不得别人反抗，哪怕是这种懦弱的推脱。他挥起带刺的藤条，劈头盖脸的抽在我背上，火辣辣的剧痛瞬间传遍全身。老子这是在救你的命，不去你今晚就被体内的阳火烧成干尸。我知道这是他在试探，如果我此刻表现出任何超出常人的忍耐力，或者一丝一毫反抗的底气，他立刻就会起疑心。他这个人生性多疑，虽然这些年我表现得唯唯诺诺，但他从未真正信任过我。我只能顺着他的鞭子在雪地里痛苦地翻滚哀嚎，连声讨饶，随后顺从地背起那筐装满生冷饭食的竹篓，一深一浅地踩着积雪往后山走。那竹篓奇重无比，里面的饭食根本不是给人吃的，而是一些掺了香灰、朱砂和生肉血水的馊米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酸臭味。冷风一吹，竹篓里的血水甚至结成了冰碴，顺着缝隙滴在我的后腰上，冷得刺骨。这条通往后山的路，在黑夜中仿佛一条通向阴曹地府的黄泉道。葛瘸子就跟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像是一道道催命符，紧紧贴在我的后脑勺上。越靠近山窟，周围的温度反倒越低，连树干上都结出了黑色的冰凌。大约走了1个时辰，积雪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前方的峭壁下，一个如同巨兽巨口般的漆黑山洞赫然出现。洞口周围连一根杂草都不长，所有的岩石都被熏成了一种诡异的暗红色，那是常年被极阴煞气和鲜血浸染才会形成的颜色。他站在洞口，阴森森地盯着我。进去，记住每个人给1碗饭，谁敢多说话，老子割了你的舌头。葛瘸子不敢进去，这里面的阴气太重，对于他这种肉身已经开始腐朽的老妖道来说，进去待久了会加剧他残躯的溃烂。他只能站在风口，用那双鬼火般的眼睛死死盯在我的背上。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葛瘸子，随后咽了一口带着血腥味的唾沫，双手紧紧抓着竹篓的背带，硬着头皮迈过了那道满是暗红色苔藓的洞间。踏入石窟的一瞬间，一股直冲天灵盖的异香扑面而来，那绝对不是阳间该有的味道，让我的大脑产生了短暂的眩晕。黑暗中只有几道微弱的红光在极深处跳动，脚下的暗红苔藓湿滑黏腻，踩上去仿佛踩在腐烂的内脏上。越往石窟深处走，那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就越发浓郁，那香味太浓
浓了，浓得让人眩晕，甚至盖过了洞穴深处那种潮湿腐烂的气息。那是一种用大量劣质水粉和陈年尸油以及某种不知名的刺鼻香料混合熬煮出来的味道，它像是有生命一般，顺着我的七窍拼命往脑子里钻，黏糊糊的贴在气管上，每呼吸一次都仿佛吞下了一大口发毛的烂肉。在这股诡异的奇香之下，掩盖的是石窟底部积攒了不知多少年的死水与朽木混合的恶臭。我贴着长满青苔的石壁，尽量放轻脚步。洞内没有火把，却有4道微弱的红光在深处闪烁，像是黑夜里索命的鬼眼。它们随着洞口灌进来的阴风，呈现出一种极有规律的明灭状态，简直就像是4个巨大且无形的怪物，正在黑暗中平稳的呼吸，冷冷地注视着我这个擅闯死地的活人。我顺着岩壁走过去，铁链碰撞的哗啦声在空旷的洞穴里显得格外刺耳。哐当一声，我脚下踩到了一滩不知是水还是血的粘稠液体，那铁锁的声音极其沉闷厚重，每一次金属的碰撞都在这漏斗状的洞穴里激荡出层层叠叠的回音，仿佛有无数个冤魂在贴着我的耳膜哀嚎。当我看到那4个女人时，饶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后背的汗毛在一瞬间如同钢针般根根倒立起来，原本被9阳火烧的滚烫的血液，此刻仿佛被直接倒进了冰窟窿里。它们被4根粗壮的玄铁链子锁在洞壁的东南西北4个角上，那铁链足有成年男子的手臂粗细，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扭曲的暗红色符文，符文如同吸血的蚂蟥深深嵌入铁链之中，另一端则死死地浇筑在坚不可摧的岩壁深处。它们就像是被钉在祭坛上的牲畜，这些女人竟然都还没死，甚至容貌年轻的过分，在这暗无天日满是毒瘴的魔窟里被锁了不知道多少年。正常人早就该化作一堆枯骨了，可他们的胸口依然有着微弱到几乎难以察觉的起伏，脸上没有一丝风霜的痕迹。他们穿着破旧的嫁衣，皮肤在红光的映照下显得晶莹剔透，像是上好的瓷器。那是大红色的民间喜服，下摆已经被地下的阴水泡得发黑腐烂，在周围诡异红光的映射下，他们裸露在外的肌肤白得没有丁点血色，透着一股子纸人般的惨白与透明感。岁月的痕迹在他们身上完全静止了。葛瘸子不知用了什么丧尽天良的恶毒邪术，生生掐断了他们命格中的时间流逝，将他们生机最旺盛的年华死死地封锁在这具如同活棺材般的肉身里，供他日日夜夜的抽骨吸髓。最恐怖的是，他们的琵琶骨都被铁钩勾住，铁钩的末端连着一只陶罐，里面装满了暗红色的液体，每一滴从他们体内被强行榨取出来的精血，都会顺着铁钩缓缓滴入下方那个画满了镇魂符咒的黑陶罐里。那是换血罐。一个空灵的没有一丝温度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这声音出现的毫无征兆，我吓得差点把手里的饭碗摔了。我的双腿猛地一软，装着馊饭的竹篓重重地撞在岩壁上，发出一声闷响。我死死抠住粗糙的石头表面，才没有当场跌坐在那滩粘稠的黑水里。说话的是东角那个女人，她低着头，长发遮住了脸，但我能感觉到一股凉意从脚底板直往上钻。她的头发凌乱的垂落，遮挡住了大半张脸。她明明没有任何动作，连嘴唇都没有张开，但我就是无比确信，刚才那道直接侵入我脑海的意念，就是从她那里发出来的。那股阴冷的气场，犹如实质般缠绕住了我的脚踝。别看她的眼睛，看地上的影子。那声音又响起了，这声音比刚才更加急促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警告意味。我稳住心神，低头看去，发现这4个女人的影子竟然是连在一起的，形成了一个诡谲的阵法，而阵法中心的位置正好是我站立的地方，这简直违背了常理。石窟内那4道红光明明在不同的方位，它们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本该是向4面8方散开的，可此刻它们那瘦长的黑影竟然像是有生命的毒蛇一般，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扭曲拉长，最终在石窟的正中央首尾相连，勾勒出了一个极其邪恶的4角菱形法阵。而我就捧着竹篓，傻傻地站在这个由死人影子构成的阵眼中心，仿佛一只主动踏入蛛网的飞虫。葛瘸子在洞口挺烧一样站着，声音沙哑地催促着：“九阳，你愣着干什么？快泄阳，把你的手贴在他们额头上。”他的声音在石窟里回荡，带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压迫感。他在等我把阳火当作燃料一样喂给这4个女人，如果不照做，葛瘸子现在就会冲进来活剥了我。我颤抖着走向第一个女人，随着我的靠近，那种几乎要冻结血液的极寒之气越发浓烈。我呼出的热气在半空中瞬间化作了白色的冰霜。按照葛瘸子教的，只要我把9阳气的热力传给他们，他们体内的阴华就会回流到我身上，最后再由它通过我的血吸走。这就像是一场极其精密的人体过滤仪式。我是第1道滤网，用我霸道的9阳火激活他们停滞的生机；他们是第2道滤网，用极致的阴寒中和我狂暴的阳气，最终提纯后大补的阴阳交泰之血流入唤醒，成为葛瘸子延年益寿的仙酿。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右手，可当我手掌接触到那个女人额头的杀气，我感觉到的不是温暖，而是死一样的冰凉。她的额头硬邦邦的，像是一块失去了所有弹性的石头，那股凉意顺着我的指尖钻进我的骨，直接撞上了我体内的9阳气。如果说9阳气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那这股阴华就是从9幽黄泉里引上来的冥河之水，寒气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冰刀，顺着我的经脉疯狂游走，所过之处，血液几乎瞬间凝固。两股力量一碰撞，我感觉5脏6腑都快裂开了。顿时我闷哼一声，喉头一甜，一股鲜血涌了上来，又被我死死咽了回去。我的内脏仿佛正在经历一场冰与火的拉锯战，筋膜被拉扯到了极致，每一寸肌肉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救救我们！”这一次不是脑海里的声音，而是实实在在的呢喃。那声音极其干涩沙哑，
微弱的仿佛只要一口气就能吹散。我看向那个女人，她抬起脸，那张脸娇嫩如花，可眼神里却盛满了怨毒和绝望。哪怕在如此悲惨的境地里，她依然美得令人心惊。可那双死死盯着我的眼睛里，黑眼仁已经完全涣散，只剩下大片浑浊的眼白，里面燃烧着滔天恨意。她张开嘴，舌尖上竟然钉着一根银针，那根银针已经深深发黑，贯穿了她柔软的舌头，将其死死钉在了下颚上。难怪她平时根本无法开口说话，只能靠损耗本就不多的魂力对我进行意念传音。可瘸子剥夺了他们喊痛的权利，让他们只能在这无尽的黑暗中做个任人宰割的哑巴药丸。我瞬间明白了，这4个女人分别是村里失踪的所谓克夫命的新娘，因为八字极阴命格带煞，她们在村里受尽白眼，被视为不祥之人，却没想到这种体质恰恰成了葛瘸子眼中最完美的极阴点。葛瘸子把他们抓来，用铁链锁住，用秘法养着，就是为了把他们练成四柱神，用来帮他过滤那些暴戾的阳气。所谓的四柱神不过是用人命和鲜血堆砌起来的邪神祭品，他们活着却比死还痛苦，死不过是一瞬间的解脱，可他们却被迫在生与死的夹缝中徘徊，日复一日地感受着生命力被一点点抽离的极致折磨。极寒的阴华与我的九阳气在五脏六腑中疯狂绞杀，我喉头那股腥甜的鲜血几乎要压制不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绝不能让外面的老贼看出破绽。师傅，他们不张嘴吃东西。我回头大喊，掩盖住内心的波动。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惊恐与虚脱。葛瘸子在洞口不耐烦地骂了一句：“不吃就饿着，快干活！”他那沙哑的公鸭嗓在石壁间回荡，带着毫无掩饰的暴躁。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女人的死，他只在乎换血罐里滴落的精血够不够红。趁着他分神的空档，东角的女人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她的动作快如鬼魅，完全爆发出了超越一具活死人该有的力量。她的指甲深深陷入我的皮肉里，却没有流血。那5根如同枯骨的手指带着极寒之气，在刺破我手腕皮肤的瞬间，血管就被彻底冻结了。那是一道死死的铁箍，将我的命门牢牢锁住。九阳体是钥匙。他急促的低语，那带着极其浓烈怨气的声音。他教你的引气术是假的，你每传一次功，我们就死得快1分，而你也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血奴。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将我对葛瘸子那最后的一丝幻想砸得粉碎。原来从一开始我自以为的炼药，不过是一场剥夺心智的温水煮青蛙。如果继续炼下去，我会彻底丧失自我，变成一具只知道供给阳气的行尸走肉。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我该怎么办？极度的恐惧化作了最原始的求生欲。我反手死死抓住他那冰冷的骨爪，眼神在昏暗的红光中犹如饿狼，把阳气分给师娘。师娘能通灵。女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妖异的幽光，在这深山魔窟里，他们的感知早已与整座黑瞎子沟的地下阴脉相连。他们竟然洞悉了苏曼清明灵蛇的真身。我们4个把命格系在你身上。他的话语中透着一种粉身碎骨的决绝。他们要将这几十年来积攒的极阴之血，甚至来生轮回的资格，统统压注在我这个九阳体身上。这是不死不休的同归于尽。只要你每晚在那个瓷瓶里的血里多加1滴山泉水，他的仙药就会变毒药。大道至简，葛瘸子用极其苛刻的邪阵维持着极阴与极阳的平衡，而大兴安岭那带着泥土与草木杂气的山泉水，就是引爆这炉丹药的雷管。一旦这掺了杂水的纯阳舌尖血入腹，他那腐朽的肉身就会从内部彻底炸裂。我死死盯着他那双浑浊却癫狂的眼睛，郑重地点了点头。脚步声在湿滑的甬道里响起，带着极其难闻的腐尸臭味逼近。我没时间细问，因为葛瘸子已经骂骂咧咧地往里走了。小畜生，你传个气磨磨唧唧的，想死在里头是不是？我猛地一咬舌尖，用剧痛强行驱散手臂上那股冻彻骨髓的麻木感，顺势抽回手，将女人刚才塞进我掌心的冰冷物件死死攥紧。我赶紧装作体力不支，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气。师傅，我不行了，他们吸得太狠了，我头晕。地上的黑水瞬间浸透了我的破棉裤，我夸张地佝偻着身子，双手撑在满是泥泞和碎石的地上，胸膛像破风箱一样剧烈起伏。我主动逼出一丝微弱的阳火冲向面门，让脸色涨得通红，额头上渗出豆大的虚汗，伪装成气血逆流的将死之相。葛瘸子走进来，狐疑地看了看那4个女人，又看了看我。这老贼生性狡诈如狐，他的小眼睛在昏暗的红光下滴溜溜地转着，像条在阴沟里搜寻血迹的毒蛇。他先是死死盯着那4个被锁起来的女人，确认琵琶骨上的铁钩没有丝毫松动，随后目光才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身上。他伸出手摸了摸铁钩下的陶罐，发现里面的血色确实红润了不少，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贪婪地深吸了一口罐口溢出的血气，脸上的狐疑终于褪去。没用的废物，这点火候就受不了了。他极其嫌恶地对我啐了一口带血的浓痰，那口痰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破棉鞋上，抓起我的脖领子往外拖。以后每个月来一次。他的手劲奇大，粗糙的布料瞬间勒紧了我的脖子，强烈的窒息感让我本能的干呕。他就这样像拖拽一具死狗一样，把我从那滩湿冷的黑水里硬生生地往洞外拖去。锋利的碎石在我的脊背上拉出一条条血印子。等这些罐子里的血都满了，就是师傅长生不老的时候。他仰起头，对着漆黑的洞顶发出一阵近乎癫狂的狂笑，那笑声震得人耳膜生疼。我低着头任由他拖拽，刺骨的风雪再次扑打在脸上，冷热交替之下，我浑身都在不受控制地打着摆子，但我心里却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冰冷的蛰伏杀意。离开石窟前，我眼角的余光看到那4个女人的影子在地上微微晃动了一下，像是4只蛰伏已久的毒蛛终于张开了网，借着外面惨白的血光，震眼中心那4道连在一起的诡异黑影，仿佛挣脱了无形的束缚，极其轻微却又异常整齐地向我的方向延伸了1寸。那是一场跨越了数十年的复仇宣告。我知道这个地狱般的山沟终于要在这一带出乱子。
被葛瘸子像扔垃圾一样扔回破柴房后，我强忍着背上的剧痛翻身坐起。回到屋里，我看着还在昏睡的师娘苏曼，悄悄从怀里摸出了一根细如牛毛的银针，那是刚才在石窟里的女人塞进我手心里的。借着惨淡的月光，我终于看清了这件东西。银针通体乌黑，表面结着一层细微的白霜，握在手里就像一块化不开的万年寒冰。针尖极其锋利，透着一股直刺灵魂的阴冷。这根针是葛瘸子锁住他们命脉的钥匙，现在落到了我手里。我将这根阴寒的银针小心翼翼地刺入贴身内衣的夹缝里。在这必死的杀局里，我终于有了一张能掀桌子的底牌。但葛瘸子的催命符下的比想象的还要急迫。从山窟回来后的几天，葛瘸子对我看管的愈发严苛，他几乎像个背后灵一样粘上了我。我劈柴，他就在廊檐下磨剔骨刀；我挑水，他就用残腿在雪地里拖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不再满足于只喝我的舌尖血，而是开始逼我研习一本残缺不全的皮卷，名为《抱阳功》。那天他从贴身的怀里摸出了一卷人皮卷轴，边缘参差不齐，上面用朱砂混着黑血，画满如蜈蚣般扭曲的怪异经络图。这功法能让你体内的阳火更纯，练好了，你师娘受的罪也能少点。葛瘸子一边剔着牙，一边用那种粘稠恶心的目光盯着我，目光顺着我的脖颈扫到丹田，仿佛我已经是一块在铁板上烤得冒油的肥肉。我心里冷笑，这抱阳功的第一页就写着引火烧身，分明是加速阳气外泄的自杀法门，行气路线全都是逆着12正经来的，这是生生要把丹田里的本命真火逼出体表，如同烈火烹油，练得越深，寿数折损越快，最后整个人会从内到外自然成一具焦炭要渣。他这是看山窟里那4个女人的换血罐快满了，急着把我这块要引子榨干。这老贼的肉身腐烂速度加快了，他等不及按部就班的吸血，他要用最爆裂的催熟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这具九阳体熬成他夺舍长生的容器。平静的假象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反常冬夜被彻底撕裂。这天夜里阴风道观，大兴安岭的冬天极少打雷，沉闷的雷声像是在地底下滚动，夹杂着冰雹的狂风撞开木门，将屋内的烛火吹得疯狂摇曳。葛瘸子提着一壶掺了草药的烈酒，摇摇晃晃地闯进师娘的卧房，顺便把我也拎了进去。一股刺鼻的紫黑色药酒味弥漫，里面泡了不知多少毒虫蛇蚁。葛瘸子涨红着脸，一脚将沉重的红木门踹死。九阳给老子演练一遍这几天的功课，他打了个9格，一屁股坐在主位上，粗暴地扯过师娘苏曼，让她跪在地上倒酒。师娘苏曼的脸色比前几日更白了，脖颈上那道青色的鳞纹隐隐透着血红，那已是生气断绝的青灰色，鳞纹如同活物般在皮下游走。灵蛇本源正被满屋的极阳之气疯狂刺激，他看到我眼神中闪过一丝极深的忧虑，那是在警告我，葛瘸子已陷入借酒发疯的癫狂，稍有不慎，我们都会被生吞活剥。但我别无选择，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在屋子中央扎马步运转气息。随着抱阳功的运转，我感觉体内的阳气像是一头被困的疯兽，在疯狂撞击着我的经脉，血液仿佛瞬间被替换成了沸腾的岩浆，狂暴的阳气变成一把把烧红的钢锉，极其粗暴的在经络里来回剐蹭，皮肤开始发烫，甚至隐约散发出一种烤焦的味道。额头上青筋暴跳，皮肤通红，毛孔透出隐隐的暗金火光，落在地上的血水瞬间被蒸发。好，再快点！葛瘸子兴奋地拍着大腿，就是这个火候，给我把那9阳精气全都逼到硬淌血来。他嘶吼着，那张脸因为亢奋而扭曲，一手拍着断腿，一手端着毒酒，如同欣赏一场世间最美妙的炼丹表演。就在这时，师娘苏曼突然惊叫一声，整个人摔倒在地，手里的酒壶碎了一地，紫黑色的毒酒四下飞溅，发出滋滋的腐蚀声。苏曼的身体像是一只被抽去了骨头的软体动物，以一种极其诡异且不符合人体关节构造的姿态，痛苦地蜷缩成了一团没用的贱货。葛瘸子反手就是一巴掌，一声清脆而极其响亮的耳光在屋内炸裂，苏曼直接被扇飞出去半米远，嘴角瞬间破裂，鲜血混合着酒液流淌在青砖上。可这一次苏曼没有哭，这完全出乎了葛瘸子的意料。平日里逆来顺受的苏曼，此刻竟然没有发出任何求饶的呜咽，他蜷缩在地上，身体竟然发出了细密令人牙酸的咔嚓声，随后开始在剧烈的痉挛着，他的脊椎骨在背部凸起，仿佛有什么极其庞大的恐怖怪物正试图从他那娇弱的人类躯壳里硬生生的钻出来。他露在旗袍外的皮肤开始迅速干枯脱落，露出里面一层带着粘液的青灰色的新皮，这绝对是这世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那张原本倾国倾城的脸庞，如同被烈日暴晒了7天的泥皮，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水分和弹性，裂开了无数道深可见肉的口子。紧接着那层毫无生气的人皮就像是破碎的墙纸一样，大块大块地向外翻卷剥落，而在那层剥落的干枯人皮之下，露出的根本不是人类的血肉，而是一层覆盖着极其细密、闪烁着阴冷光泽的青灰色鳞片，在摇曳的烛光下折射出令人作呕的妖异光芒。这是蛇蜕。葛瘸子酒醒了大半，眼里满是惊恐，还没到日子，怎么提前蜕皮了？他那涨红的老脸瞬间褪成惨淡的死灰色，他那双断腿在地上惊恐地向后蹬爬着，撞翻了火盆。他比谁都清楚，一旦这青冥灵蛇摆脱这层人类皮囊束缚，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一口生吞活剥。青砖地上那让人牙酸的咔嚓声越来越密集，仿佛有一台无形的绞肉机正在苏曼的体内疯狂运转。苏曼的身体剧烈扭动，大片大片的皮肉如同枯死的树皮般剥落，露出下方那泛着幽冷青光的细密蛇鳞。每剥落一块皮，空气中那股混合着异香与极度腥臭的味道就浓烈一点。他体内的灵蛇毒在葛瘸子多年残害下，终于在这一刻被我身上的九阳火引爆了。那是一种何等恐怖的暴乱！20年来，葛瘸子为了压制他，汲取他的灵气，在他体内打入了无数根阴毒的锁魂钉。而刚才那残缺不全、逆行道师的抱阳功，就像是一把浇满了火油的火把，直接扔进了堆满火药的枯井里。被压抑了整整20年的青灵蛇毒，化作一
股黑色的毒瘴，顺着他浑身的毛孔向外疯狂喷涌，甚至将地上的青砖都腐蚀得滋滋作响。退后，快往后退！葛瘸子发出一声极其惊恐的尖叫。九阳，快用你的阳火压住他！葛瘸子急吼道：“要是蜕皮失败，这药灵就废了。”他那张老脸扭曲成了一团，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他大半辈子的心血，他逆天改命重振雄风的唯一指望，全都在这具正在异变的灵蛇躯体里。如果苏曼此刻爆体而亡，或者蜕皮失败化作一滩毒水，那他葛瘸子也就彻底完了。他虽然急，却不敢靠近，他怕苏曼临死反扑。那蛇毒他至今消受不起，他那双畸形的断腿在地上极其狼狈地向后倒退着，一直退到了那扇厚重的红木门边，脊背死死贴着冰冷的门板。他双手攥着拳头，额头上青筋暴跳，像一个只敢躲在斗兽场高台上呐喊的懦夫，疯狂地驱使着我这个随时可能丧命的徒弟去填这个必死的坑。这是绝境，却也是我苦等了许久的机会。我猛地冲过去，一把抱住痛苦挣扎的苏曼。就在我接触到他身体的那一瞬间，一股足以冻结灵魂的极寒之气瞬间传遍我的全身。他太滑了，那些刚刚蜕变出来的青色鳞片上布满了极其粘稠的毒液，我几乎要抱不住他。在葛瘸子看不见的角度，苏曼那双已经变成树瞳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满是哀求。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原本黑白分明的人类眼眸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团犹如琥珀般冰冷妖异的赤金色。师娘忍着，我低声耳语，双手死死按在他的命门上。我将浑身的九阳气毫无保留地调动起来，双手如同两块烧红的烙铁，死死卡住他后腰脊椎处最脆弱的命门大穴。一红一青两股极其极端的能量在他的体内疯狂碰撞，给我死死压住那股黑气。葛瘸子在门边声嘶力竭地指挥着，像是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但我绝不可能听他的。如果我真的用全部阳火去镇压，苏曼会瞬间毙命，而我也会因为真气耗尽被反噬成废人。我并没有按照葛瘸子的要求去压制，而是悄悄将那根从山窟带出来的银针顺着苏曼后颈的灵缝狠狠刺了进去。我的动作极其隐蔽且迅速，我的右手在他的后颈处摸索着，那里有一块刚刚翻起的还没有完全硬化的逆鳞。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那根散发着幽幽白霜的乌黑银针，对准那块逆鳞下方的软肉扎了进去。整根银针没入极深，几乎刺穿了他的颈椎间隙。银针入体的瞬间，苏曼的身体猛地僵直，上一秒还在疯狂扭动的苏曼像是被抽走了骨头的木偶，极其突兀地定格在了半空中。他喉咙里发出一声被扼住般的咯咯声，赤金色的树瞳瞬间放大，紧接着最恐怖的反噬来了。一股腥臭而冰冷的黑色蛇毒顺着银针竟然被引流到了我的掌心。那根银针就像是一根极其强效的导管，将苏曼体内那股狂暴的足以融化晶石的清明蛇毒硬生生地引导进了我的经脉之中。就在毒素入体的那一刹那，我右手的皮肤瞬间变成了骇人的紫黑色，一条条黑色的毒线顺着我的血管疯狂向上攀爬，像是无数条吸血的铁线虫。九阳火遇到这极致的阴毒，发出了滋滋的响声。我体内的纯阳之气本能地开始反击，我的整条右臂内部仿佛变成了一个封闭的高温炼钢炉，而那股蛇毒就是被倒进去的冰水。两股力量在我的血肉之间疯狂厮杀吞噬，发出那种只有我能听见的令人头皮发麻的血肉消融声。剧痛让我眼前发黑，但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我的牙齿几乎要将嘴唇咬穿，满嘴都是浓烈的血腥味，冷汗瞬间浸透了我全身的衣服。我感觉自己的右臂随时都会爆炸成一团血雾，但我死死咬住牙关，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来。这是我能换取苏曼信任，以及用这股极阴蛇毒来中和爆阳功反噬的唯一生路。葛瘸子！我突然大喊一声，装作力竭倒地。不行，师娘体内的毒太深了，我的火不够。我极其逼真的演了一出虚脱的戏码。我顺势将苏曼那僵直的身体放在地上，自己则像个破麻袋一样向后仰倒，双手抱着那条已经肿胀了一圈泛着紫黑色的幼物，在地上极其痛苦地打着滚。我的脸色因为剧痛而惨白如纸，这反而让这出戏变得无懈可击。葛瘸子看到我倒下，又看到苏曼身上那股黑色的毒瘴再次也爆发的趋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葛瘸子见状也顾不得许多，隔着几步远大叫：“那是你没豁出命去！”快咬破中指，用精血点他额头。在道家术法中，舌尖血主驱血，而中指血连着心脉，是修行之人最根本的本命精血，也就是所谓的心头血。耗损中指血等于是在折寿。葛瘸子这是要拿我的命去强行续上他那如仙药的火候，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没有任何犹豫，极其果断的一口咬破了右手中指的指肚，十指连心，一股钻心的疼让我浑身一激灵。我强撑着爬起来，将那滴蕴含着我最纯正的九阳本源精血极其精准地按在了苏曼那布满青色细鳞的眉心正中。血液接触鳞片的瞬间，散发出极其微弱的金色光晕，但没人看见在指尖触碰的一瞬间，苏曼的一小节分叉的舌头在我的手心里飞快地划过，留下了一道冰冷且极其滑腻的粘液痕迹。那是一段只有灵蛇一脉才能听懂的密语，带着阴冷的凉气钻进了我的耳朵。这声音根本没有通过空气传播，而是随着那道粘液直接化作一丝极细的意念，顺着我的少府穴直刺我的大脑神经。那声音极其微弱沙哑，却字字如刀。老贼在酒里下了索命散，明早他会要你半碗心头血，今晚子时趁他炼化蛇腿，去后山歪脖子树下，那里埋着你爹的遗物。这一句话包含的信息量大得惊人。索命散是这大山里最毒的禁药，服下之人经脉会被彻底锁死，任人宰割。明早要半碗心头血，那简直就是直接开膛破肚。而最让我感到天旋地转的是你爹的遗物这几个字。我的全家明明早就被个瘸子害死了，怎么会突然冒出父亲留下的东西，而且还偏偏埋在那棵吊死过我爷爷奶奶的歪脖子树下？
我心头巨震，差点当场失态。但我硬生生的凭借着这20年来练就的隐忍，将所有的震惊和狂喜都压在了心底。我眼睛一翻，彻底放弃了对身体的控制，装作虚脱倒在苏曼怀里。嘿嘿嘿，总算稳住了。葛瘸子看着渐渐安静下来的苏曼，满脸贪婪。那滴中指穴发挥了作用，苏曼体内的暴动终于被强行镇压了下去。葛瘸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对长生的极度渴望。他连看都没看一眼瘫倒在地的我，也没有去管生死不知的苏曼。他捡起地上脱落的一片青色蛇皮，如获至宝。这可是上好的药材，九阳你功劳不小，回屋歇着吧，明早师傅有大赏。他那双犹如枯柴般的手颤抖，极其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捡起一块最大最完整的干枯蛇腿，那蛇腿上还沾着苏曼的血丝。他将那片蛇腿捧在掌心，像是捧着通往天庭的圣旨，嘴里发出丝丝的怪异笑声。他甚至连赶我走的话语都敷衍的不加掩饰。所谓的大赏，恐怕就是挖开我的胸膛吧。我趴在地上，听着他那假惺惺的许诺，心里犹如明镜一般透亮。苏曼刚才的密语已经证实了我的猜想，明天天一亮，就是这个老贼杀鸡取卵的时刻。我的寿命只剩下不到5个时辰了。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卧房，风雪扑面让我清醒了不少。我像是一个真正的将死之人，连滚带爬地跨出了那道高高的门槛。北风夹杂着大如鹅毛的雪花，极其凶狠地灌进我的衣里，打在我那因为毒素和脱力而滚烫的脸上。这刺骨的寒冷不仅没有让我觉得痛苦，反而像是一记极其猛烈的强心针，让我那因为剧痛而有些混沌的大脑瞬间变得无比清明。今晚子时歪脖子数，我要去挖出那被掩埋了20年的真相，我要去拔出这黑瞎子沟的根。回到自己的小屋，我看着掌心那个发黑的针孔，那针孔极其细小，却像是死神点下的一颗死痣。伤口周围的皮肉呈现出令人作呕的紫黑色。那根从师娘后颈拔出的银针，正躺在我的内衣夹缝里，上面残留的清明蛇毒顺着我的少府穴一丝丝的往心脉里渗透。苏曼体内的阴毒虽然霸道，却在机缘巧合下帮我压制住了抱阳功带来的自焚感。我右臂里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疯狂啃咬骨髓，冰与火的碰撞让我的体表一会结出细密的白霜，一会又蒸腾起滚烫的白烟。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实打实的从葛瘸子的催命符下，为我抢回了几个时辰的寿命。我低头看了看后山，那个葛瘸子口中我全家吊死的地方，那棵歪脖子树。我的眼前浮现出葛瘸子每次提起那棵树时，嘴角挂着的那抹残忍冷笑。他告诉我陆家是遭了天谴，全家老小被迷了心智，排着队去后山上了吊。如果师娘说的是真的，那么葛瘸子不仅是我的杀父仇人，他还在编织一个跨越2代人的巨大谎言。如果这一切都是局，那他杀我全家，却以恩人的姿态将我养大，甚至逼我亲手帮他炼药。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恶毒的算计。子时已到，远处村长家那条从来不叫的老黄狗突然发出一阵凄厉的长嚎，狗哭丧必见血。我悄悄翻出窗户，避开葛瘸子那若有若无的鼾声，一头扎进了黑瞎子沟的深雪之中。我连鞋都没敢穿好，光着脚踩在零下30多度的积雪上。我紧贴着墙根，连滚带爬地翻过了那道低矮的土桥，积雪没过了膝盖，每走一步都要费尽全身的力气。冰鞘瞬间划破了我的小腿，鲜血还没流出来就被冻成血痂。我像个溺水的人在泥沼中挣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磨到了那棵歪脖子树下。这地方连村里最胆大的猎户大白天都要绕着走。借着惨白的血光，我终于看清了这棵夺走陆家满门性命的凶树。这树生得极其诡异，树干扭曲盘旋，像个临死前痛苦挣扎的厉鬼。所有的树枝都极其反常地向下倒垂着，末端天然卷曲成类似于上吊绳结般的空洞。当年我爷爷奶奶就是吊死在这上面的。我顺着师娘指点的方位，在树根处一个不起眼的土包旁挖了起来。我没有铁锹，更不敢带任何能发出响动的铁器，冻土坚硬如铁，我只能用那根银针一点点松动。双手被冻得青紫，指甲缝里渗出了血。我疯狂挥动银针凿出白点，再用冻紫的手指像野狗刨食一样发疯地抠挖冰碴，指甲盖向外翻卷断裂，暗红色的鲜血涌出来，和泥土冻在一起。但我感觉不到疼，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挖出来。约莫挖了半尺深，指尖碰到了一块硬邦邦的东西，那是一个用油纸里3层外3层包着的铁盒子。尽管埋了多年，拆开时依然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墨香味。铁盒子表面长满暗红色的铁锈，在那股刺鼻的泥土腥气中，一丝上好灰墨的香气突兀地钻进鼻腔。盒子里只有一张发黄的羊皮卷，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字迹潦草，却透着一股绝望的决绝。我用满是鲜血的手指展开羊皮卷，上面的字迹呈现出暗褐色，那是用人血咬破指尖，在极其极端的绝境下写下来的血书，那是我爹陆远山的绝笔。然而，当你看到这卷书时，想必陆家已遭大难。血书的第一句话就像重锤砸碎了我仅存的幻想。我爹写下这封信时，就已预见到了满门抄斩的结局。葛瘸子此人狼子野心，他并非为了重振雄风，他是想要移魂夺舍。看到这4个字，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移魂夺舍，他要的不是我的血，也不是我的命，而是我的躯壳，是我陆九阳生而为人的全部。原来所谓的九阳体根本不是什么长生药的药物，九阳体是天下至刚至阳的肉身，就像是一台永不熄灭的发动机。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吃着燥热毒药依然能活，也明白了葛瘸子为什么总是用看绝世珍宝般的目光盯着我的身体。葛瘸子当年的断腿和残疾确实是因为清明灵蛇，但他发现自己的肉身已经腐朽不堪，无法承受他那越来越阴毒的修为。他修炼的邪法吸纳了太多阴煞之气，躯壳就像装满强酸的木桶，每天都在内部腐烂。他必须找一个足够坚固的容器，而我这具九阳体就是世上最完美的容器。于是他设计害死我全家，收我为徒，像养猪一样养着我，是为了等我20岁生日那天，利用阴阳交替的机会，把他的魂魄生生挤进我的身体里，夺我的舍，用我的脸搏他的命。
这13个字字字泣血，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会顶着我的脸去占有苏曼，去刨我父母的坟。狂怒混合着九阳真火在我的体内轰然炸开，但我爹在绝笔信里留下了唯一的生机。九阳体真正的威力不在于泄，而在于造。张贼教你的法门是自掘坟墓，记住若想活命，须以阴化阳，借五阴之血助九阳之基。五阴之血，我脑海中闪过石窟里那4个女人的惨状，以及苏曼精液的蜕皮。葛瘸子苦心孤诣炼制的4柱神和清明药灵，恰恰是我爹留给我的惊天大药。羊皮卷的末尾还画着一张复杂的行气图，那行气路线竟然和葛瘸子教的抱阳功完全相反。那是一张教我如何像黑洞一样，将外界极寒极阴的怨气不血吸纳入体，在丹田中化作九阳大日的路线图。我将羊皮卷死死贴在胸口，20年的猪我当够了，明天我要让他知道九阳体的火是怎么烧的。狂风卷着雪片，如同冰刀刮擦着我的脸，我死死攥着那张写满血字的羊皮卷，以阴化阳，五阴之血。我喃喃自语，这绝境中的生路，竟然是以毒攻毒。葛瘸子用这极其阴损的法子想要压制我的九阳体，却在无意中为我凑齐了反杀他的全部条件。师娘苏曼算一个，山窟里的那4个女人刚好凑足剩下的4个，5个被葛瘸子用最残忍手段折磨的女人，恰好对应了5行之中的极阴之术。她们体内积攒了数十年的滔天怨气和本命阴血，就是最锋利的剔骨尖刀。原来葛瘸子在下一盘大棋，而我爹在临死前也给我留下了一线生机。他早就料到葛瘸子会把那5个女人作为过滤器，这5个被葛瘸子残害的女人反而成了我反杀的唯一筹码。我缓缓站起身，将羊皮卷贴身塞进胸口的衣襟里。就在这时，树林深处传来一阵轻微的积雪被踩实的吱呀声，这脚步声极其突兀，时断时续，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在雪地里艰难脱险。我心头一凛，飞快地将羊皮卷揣进怀里，把铁盒重新埋好。我双手犹如发疯的土拨鼠，将冰雪和冻土胡乱推回坑洞，用力踩平掩盖痕迹。是谁？我猛地回头，手心里攥着那根银针，我浑身肌肉紧绷，死死盯着那片漆黑的密林。只要出来的是个瘸子，哪怕同归于尽，我也要将这根淬了灵蛇剧毒的针刺进他的眼珠子。阴影里一个摇晃的身影走了出来，是师娘苏曼。她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脸色在血光的映射下几乎透明，看起来就像一具行走的冰雕。斗篷下露着她蜕皮后布满青色细鳞的脚踝，赤着脚踩在零下30多度的雪地里。她乌黑的长发白了一半，那是强行压制蛇蜕反噬透支生命力的代价。她醒了，正在屋里找你。苏曼的声音颤抖的厉害，她走上前一把抓住我的手，快跟我走。声音里透着极其强烈的恐惧，呼吸剧烈的拉着风箱。师娘，你都知道了。我盯着她的眼睛，没有立刻行动，我必须要确认这个被葛瘸子控制了20年的女人此刻到底站在哪一边。苏曼惨笑一声，我在这贼人身边20年，他的每一块骨头里装的是什么坏水，我比谁都清楚。九阳，他今晚提前喝了你的血，发现药力不够，已经动了杀心，他现在要去山窟提前开启4柱阵。我大脑轰的一声巨响，葛瘸子的肉身腐朽到了极点，他等不及下个月了，要在今晚强行开启大阵，将我们一次性烧成灰。我心里猛地一沉，一旦4柱阵开启，那4个女人的生机会被瞬间抽干，而我作为药引，也会在阵法开启的一刹那被吸成一张人皮。九阳气会被瞬间抽空，血肉眨眼干瘪，灵魂被硬生生扯出躯壳。走，我们去山窟。赶在他前面，我反客为主，一把反握住苏曼冰冷的手腕。老贼既然要掀桌子，那大家就都别想活。苏曼拉着我，抄了一条只有灵蛇才能通过的密道，穿过满是荆棘的灌木丛。我们在黑暗中发了疯一样的奔跑，倒刺划破衣服，在脸上割出深可见骨的血槽，鲜血染红了破棉袄，但我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是在和死神赛跑。当我们再次潜入石窟时，那4个女人依然维持着那个诡异的姿势。看到我再次出现，东角那个女人的眼睛亮起了一抹幽光，那是极度虚弱中爆发的回光返照。她满是鲜血的嘴唇微微颤抖，双眼死死盯着我。拿到了吗？声音直接刺入我脑海深处，带着溺水之人抓住稻草的颠簸。我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羊皮卷，声音冷静的可怕。各位，我想活，你们也想活。葛瘸子半刻钟后就道，如果你们信我，把你们这几十年攒下的本命阴血借我一用。我的声音在空旷的石窟里回荡，没有一丝温度。我要的不是普通的血，是他们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狱里用无尽痛苦熬煮出来的最毒的本命真血。4个女人对视了一眼，她们的眼神里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彻底的疯狂。只要能让那老贼死，魂飞魄散我也认了。4个女人的意念在我的脑海中同时炸开，震得我耳膜生疼。话音刚落，4根铁链同时发出了剧烈的震颤声，她们琵琶骨下的陶罐里原本暗红色的液体竟然开始沸腾，一丝丝纯黑色的血线顺着地面上的阵法疯狂地朝我脚下汇聚，暗红血液像被煮沸的岩浆，咕嘟冒着血泡。紧接着从陶罐里爬出了一条条犹如铁线虫般的纯黑色血线，顺着石缝疯狂朝着阵眼中心疾驰而来。我盘腿坐下，按照父亲留下的逆转法门，张开全身毛孔，任由那些极阴的血气钻进我的身体。我没有任何躲避，将逆血经运转到了极致，原本向外喷涌的九阳真火瞬间内敛，化作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彻底敞开迎接五阴之血。我的体内仿佛炸开了一团雷火，极阳与极阴在经脉里疯狂厮杀，那种痛苦就像是有人在用铁锉一寸寸锉我的骨头。黑色的毒血与金色的阳气在经络里极其残暴的互相吞噬，我的皮肤表面一半结着白霜，一半冒着青烟，牙齿被咬得咯咯作响，甚至有几颗直接崩碎在嘴里。就在这时，石窟门口传来了个瘸子那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九阳啊，我的乖徒儿，大半夜跑来这儿帮师傅守阵，真是孝心感天动地啊。那笑声尖锐刺耳，带着胜券在握的极度张狂和残忍，穿透漫天风雪，灌进石窟。轰隆一声，石门轰然洞开，
葛瘸子拖着残躯，手里拎着一把剔骨刀，满脸狰狞地走了进来。一道惨白的闪电劈拉下来，照亮了洞口那个地狱恶鬼般的身影。他身上的皮肉已经大面积溃烂，露出黑色的腐肉，手里那把沉重的剔骨刀上还在极其缓慢地滴着鲜血。他那双浑浊的眼珠子里燃烧着足以焚毁一切的贪婪死气。雷声在黑瞎子沟的上空疯狂翻滚，每一次炸响都仿佛要将这座地狱般的石窟彻底震塌。石窟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是一种比深海还要沉重的气压。原本沸腾的暗红色血气，在葛瘸子跨入石门的那一瞬间，全都被腐臭湿气给死死压制住。葛瘸子站在石门处，那张布满褶皱的老脸在红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阴森，像一具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僵尸。他并没有急着冲过来，反而慢条斯理地用那把血淋淋的剔骨刀在掌心蹭了蹭，刺啦刺啦，那生锈的刀刃刮擦着他掌心粗糙如老树皮般的老茧，发出极其刺耳的声音。刀刃上残留的血迹被他蹭到了手上，他甚至极其变态地伸出那条发黄的舌，舔了舔虎口上的血丝。好徒儿，你果然没让师傅失望。他的声音不再像平时那样沙哑无力，而是透着一种吸饱了人血后的中气十足。葛瘸子嘿嘿一笑，声音在空旷的石窟里激起阵阵回音。你以为偷看你爹留下的那卷废羊皮就能反天？这句话犹如一道9天落雷，直直劈在我的天灵盖上。我浑身的血液在这一瞬间犹如坠入冰窟，就连体内那原本狂暴的九阳火都因为极度的震惊而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他怎么会知道那羊皮卷明明埋在冻土之下整整20年，连我都只是在今夜才刚刚挖出来？你也不想想，你爹要是真有本事，当年怎么会死在老子手里？葛瘸子脸上的嘲弄意味浓烈到了极点，他像是在欣赏一只自以为逃出牢笼，却不知道依然在猎人准心下的猴子。我浑身冷汗直冒，体内的阴阳两股气劲正像疯狗一样撕咬，极度的恐慌让我的心神出现了巨大的破绽。刚才被强压下去的五阴之血趁机发难，在我的经脉里极其凶狠的横冲直撞，我的七窍再次渗出了一丝丝触目惊心的黑血。听到这话，我心头猛地一沉，你是故意让我发现的。我咬着牙，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我以为的绝处逢生，竟然全都在这个老魔头的算计之中。九阳体太燥，若不引点阴血调和，强行夺舍只会爆体而亡。葛瘸子终于吐露了他这20年布局中最阴毒的一吻，他要夺我的舍，可他那腐朽的灵魂根本承受不住我这纯阳之体瞬间的排斥，他必须要让我自己去吸收极阴之血，把身体打造成一个阴阳平衡，最适合他这恶鬼入住的极品客栈。葛瘸子拖着残腿一步步走近，剔骨刀在石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老子等了你20年，就是等你自己走进这五阴炼阳阵，帮老子把这药给合圆满了。刺啦一声，剔骨刀在坚硬的青石板上拖出一串刺目的火星。他算准了我的银元，算准了我的复仇心，甚至连我爹的绝笔信都成了他用来引诱我主动吸纳五阴毒血的诱饵。我看向师娘苏曼，她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苏曼那原本就苍白的脸上，此刻更是毫无血色，眼底闪过一丝极度的绝望。显然葛瘸子的城府深到连他这个枕边人都没算计到的地步。这20年的同床异梦，苏曼以为自己摸清了这老贼的底细，却没想到在这个视天地万物为刍狗的疯子面前，他和我都只是供他炼丹的柴火。苏曼，你这畜生勾结外人，回头老子再找你算账。葛瘸子狠狠地啐了一口，那目光里的恶毒几乎要化作实质。葛瘸子瞥了苏曼一眼，随后猛地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原本汇聚在我脚下的黑色血线，突然像是有生命一般，化作一道道黑色的绳索，将我的四肢死死缠住。那些由4个换血罐里爬出来的纯黑血液，在葛瘸子的咒语催动下，瞬间凝结成了坚硬如铁的黑色荆棘。它们顺着我的脚踝疯狂向上攀爬，极其残暴地勒进了我的皮肉里，甚至倒刺直接扎进了我的骨头缝。那是葛瘸子在陶罐里下的子母咒，这血虽然是4个女人的，却早就被他打上了烙印。这老贼简直滴水不漏，他早就在这4个女人的本命阴血里种下了恶咒。我吸收的越多，就被他捆绑的越死。我终于忍不住，仰头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剧痛袭来，我感觉那些阴血不再是资粮，而是变成了无数根烧红的钢针，要把我的灵魂从肉体里生生扎出来。每一根黑色的血索都在疯狂地收缩，我感觉自己的内脏正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肆意揉捏挤压。我的视线开始模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绝望的红色。4个女人发出凄厉的惨叫，她们琵琶骨上的钩子开始疯狂颤抖，生机顺着铁链被阵法疯狂抽取。子母咒的启动不仅是在绞杀我，更是在疯狂榨干那4个红衣新娘最后的残命。她们的身体如同触电般剧烈抽搐，原本恢复了一丝红润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枯萎，化作一层薄薄的青灰色人皮贴在骨头上。九阳，别听他的，他还没踏进阵眼。东角那个女人嘶声吼道，她在虚张声势，她的断腿受不了这里的阴气，她在等你自己崩溃。那女人的声音已经微弱到了极点，但却犹如一记暮鼓晨钟，瞬间敲醒了我即将涣散的神智。我强行咬破了已经麻木的舌尖，用最后的一丝清明顺着她的话看去。我强撑着抬起头，发现葛瘸子虽然嘴上很毒，但双脚确实死死定在石门边缘，半寸都不敢踏入石窟中心。他那双腐烂的断腿周围正冒着丝丝缕缕的黑烟，石窟中心的五阴之气太重，他这具残破的肉身一旦踏入，立刻就会被极阴之气腐蚀成一滩烂泥。他是在诱导我放弃抵抗，好让夺舍更顺利。如果我意志崩溃，他就能兵不血刃地占据我这具完美的阴阳交泰之躯。师娘帮我！我从牙缝里挤出这3个字，我的骨骼在黑索的绞杀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嚓声。这是我在这世上最后的一声求救，也是对命运发出的极其不甘的咆哮。苏曼惨笑一声，他突然伸手撕开了自己的大红旗袍，昂贵的丝绸在他极其狂暴的力量下化作碎片，大片惨白的皮肤暴露
露在冷空气中，那些青色的灵纹竟然开始像熔岩一样流动起来，渗出了滚烫且散发着极其耀眼金光的血液。那些血液在他的体表流淌，仿佛给他披上了一层燃烧的赤金铠甲。葛瘸子，你想要长生，我偏要你断子绝孙。这是苏曼积压了20年的血泪控诉。苏曼突然发出一声不像人声的尖叫，他的身体猛地拉长变形，只听得咔嚓咔嚓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爆裂声，他的双腿瞬间融合，化作了一条足有水桶粗细的布满赤金血纹巨大蛇尾。他的脊椎高高隆起，原本美艳的人脸在这一刻长出了青色的獠牙和树头。这不是普通的蜕皮，这是灵蛇一脉的自损尽数血迹熔退，这是燃烧灵魂的同归于尽打法。他放弃了未来所有的修行和转世的可能，只为在这极其绝望的死局里为我撕开一条生路。只见一团青色的血雾从他体内炸开，苏曼整个人化作一道青色残影，不顾一切地冲向葛瘸子，用柔弱的身体死死缠住了他的双腿，将他往石窟中心的阵眼里拖。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在空气中带起一阵极其刺耳的音爆。葛瘸子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那条燃烧着龙退之血的巨大蛇尾死死卷住了残躯，巨大的力量拖拽着他在青石板上擦出一条长长的血痕。贱人，你疯了！葛瘸子脸色大变，剔骨刀疯狂地扎向苏曼的脊背，鲜血飞溅。苏曼却死死不松手，他的树筒里满是决绝。九阳，趁现在把药吃了！大股大股的赤金鲜血喷洒在我的脸上，滚烫却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决绝力量。我知道他说的吃是什么，这石窟里根本没有药。所谓的吃药是吃下这满洞的怨气，吃下这5阴之血，甚至吃下葛瘸子布下的这恶毒阵法。父亲的羊皮卷里有一条死路求生的法门，九阳体若要大成，虚破而后立。我猛地咬破舌尖，却不是为了放血，而是将所有的阳气逆行回冲，直接撞向心口。这是绝对的自杀式冲击。天下武学最忌讳的就是真气逆冲心脉，我等于是在自己的心脏里引爆了一颗纯阳的炸弹。顿时我体内的九阳火在这一刻彻底炸裂，我仿佛听到了一声龙吟从我的骨髓深处爆响，那股被压抑20年的九阳真火在绝境的刺激下化作了一轮刺目的金色大雨。那些缠绕我的黑色血锁在这股炽热面前瞬间崩碎，那极其坚硬的子母恶咒在绝对的纯阳爆破下犹如蛛丝般根根寸断，化作飞灰。我不再排斥那些阴血，而是张开双臂，任由四女积攒几十年的怨气与阴华与我体内的阳火在丹田处强行融合。来吧，都给我进来！我仰天怒吼，整个石窟的阴气化作极其狂暴的龙卷风，从我的七窍毛孔疯狂倒灌入体，阴阳交汇，龙虎相斗。这不再是两股力量的厮杀，而是一种近乎于天地初开般的极其野蛮的重组。我的双眼一红一黑，身体一半如冰封，一半如火烧，我仿佛化身成了这地狱里的修罗。这不可能！葛瘸子发出一声绝望的咆哮，他被苏曼拖进了阵中心，那本该吸取我生机的阵法，因为他这个施咒者的踏入，瞬间发生了逆转。极其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他亲手布下的5阴炼阳阵，在失去了我这个药引子作为缓冲后瞬间暴走，阵法感知到了更强大的阴毒源头，那是葛瘸子体内那积攒了20年的腐臭蛇毒，是比4个女人的阴血还要浓烈100倍的至阴之物。4根铁链突然调转方向，像毒蛇一样刺穿了葛瘸子的肩膀，那4根原本锁着红衣新娘的玄铁链，如同有了灵智的黑蟒，以极其恐怖的速度从墙壁上剥落，带着千钧之势，极其粗暴地贯穿了葛瘸子的锁骨和琵琶骨。我的腿，我的修为！葛瘸子在石窟中央疯狂挣扎，他的身体开始迅速干瘪，那些他引以为傲的长生之气，正顺着铁链疯狂反哺给那4个女人，更有一部分精纯的力量被我这个阵眼核心死死吸住，这就叫自食恶果。他那张原本就丑陋的老脸，此刻就像是一个被瞬间抽干了气体的气球，皮肤极其恐怖地贴在了头骨上。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苦修的精气成为了别人的嫁衣，这就是瓮中捉鳖。他以为我是鳖，却不知他为了这炉药添了太多的火，最后火大烧了房。我缓缓站直了身体，此时的我虽然伤痕累累，但体内却充盈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趁他虚弱，我猛地睁开眼，一步步走向葛瘸子。每走一步，石板都在我脚下裂开，那是因为我刚刚融合的阴阳2气太过庞大，还无法完全收发自如。沉重的脚步声在石窟里回荡，那是复仇的倒计时。师傅，您教过我求生之道的很。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丑陋的面孔。我夺过他手里的剔骨刀，刀锋倒转，对准了他的天灵盖，刀刃在红光中抖动。20年的积怨，全家人的血仇，都在这一柄冰冷的铁器上。我想起了被活活捂死的弟弟，想起了吊死在后山的爷爷奶奶，想起了我这猪狗不如的20年。九阳，我的好徒儿，饶命啊！葛瘸子浑浊的眼里透出极致的恐惧。你不能杀我，你杀了我你也活不了，死到临头了还在骗我。我几乎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将这把剔骨刀气根没入了葛瘸子的天灵盖。没有想象中的鲜血狂飙，葛瘸子的身体里竟然涌出一股浓稠如墨的黑气，那是他豢养多年的阴毒。那股黑气极其腥臭，刚刚喷出就被我体内的九阳火瞬间烧成了虚无。随着这一声凄厉的哀鸣，葛瘸子的魂魄竟被阵法生生撕碎，化作无数碎片灌入地面的裂缝中。在这5阴炼阳阵的终极反噬下，他连化作厉鬼的资格都没有，魂飞魄散，永不超生。他的肉身迅速绷紧，一代恶鬼终于化作了一副令人作呕的枯骨。